查尔斯以为自己是男主角，到头来不过是通往王座的阶梯。2023年，查尔斯三世正式加冕，卡米拉终于戴上了那顶他等了50年的王后冠冕，全世界的镜头都对准了他们。国王深情凝望，王后优雅微笑，多么完美的爱情童话，对吧？如果把这个故事倒带重放，你会发现一个完全不同的版本，一个关于野心、算计和一个男人用一生支付的昂贵学费。那一年，查尔斯17岁，卡米拉18岁，他们相识于温莎大公园的马球场上。故事里说一见钟情，真相却是卡米拉当时正狂热地追求查尔斯的导师，马球明星安德鲁·帕克·鲍尔斯。没错，他看上的从来都是对的人，而不是查尔斯这个人。安德鲁·帕克·鲍尔斯，贵族出身，风度翩翩，马球场上光芒万丈，他是那个年代所有上流社会女孩的白月光。卡米拉也不例外，她追他，爱他，嫁给他，为他生了2个孩子。即便离婚后，她的床头柜上至今摆着安德鲁的照片。这是第一层真相，卡米拉心里永远住着一个人，那个人不叫查尔斯。查尔斯追求过卡米拉，所有人都知道。可卡米拉做了什么？她拒绝了王储的求婚。等等，一个想当王妃的女人，为何会拒绝王子？因为她算过了，那时的查尔斯22岁，即将进入海军服役，一去就是大半年。而安德鲁·帕克·鲍尔斯就在眼前，活色生香，能陪他骑马、喝酒、参加派对。一个遥远的王子，一个触手可及的完美丈夫。卡米拉权衡之后，果断选了后者。这不是爱情的选择，这是性价比的选择。她嫁给了安德鲁，然后呢？婚姻持续了20年，安德鲁的花心人尽皆知。卡米拉不是不知道，她只是不在乎，因为她从嫁给他的第一天起，就没打算只睡一张床。查尔斯和卡米拉的婚外情是英国王室史上最漫长的兼职工作。卡米拉一边当安德鲁的妻子，一边当查尔斯的情人。他告诉查尔斯，你注定要成为国王，你需要一个合适的妻子，而那个人不会是我。这句话多聪明啊！算得明明白白的卡米拉，间接透露的是，我不想承担王妃的责任，但我想要王妃的好处。你娶别人，我当情人；你当国王，我当王后，两头都不耽误。查尔斯乖乖地娶了戴安娜，一个纯洁的、天真的、毫无政治头脑的年轻姑娘。她以为自己是嫁给了爱情，殊不知她只是被选中来完成职责的替身。戴安娜在婚前其实就发现了卡米拉的存在，痛苦、暴食、割腕，对着媒体哭诉。这段婚姻里有3个人，太拥挤了。她说，全世界都同情她，除了那2个当事人。1992年，那通录音电话彻底将3人的关系摆在明面上。我想成为你的卫生棉条，查尔斯对卡米拉说。这通电话曝光后，全世界笑了，但真正该被记住的是另一句对话。卡米拉问查尔斯，你爱我什么？查尔斯说了一堆深情的话，卡米拉的回答是，你太天真了。他没有说我也爱你，他说你太天真了。这不是情人的调侃，这是猎手的冷笑。2005年，他终于拿到了入场券。戴安娜去世8年之后，卡米拉嫁入王室，但注意条件，她永远不会成为王后，只能是半妃。卡米拉接受了，因为她算过，女王会老，查尔斯会老，舆论会变，条件可以改，她有的是时间。时间果然站在她这边。2022年，女王去世前几个月，突然宣布，希望卡米拉成为王后。2023年5月6日，卡米拉戴上王冠，50年的计划完美执行。但在2024年这一年，查尔斯看清了事实，心彻底碎了，因为他意识到回忆过去，想起卡米拉当年拒绝他的求婚，想起他在婚姻期间从未为他牺牲过任何东西，想起他对安德鲁从未真正放下的感情。70多岁的人了，终于读懂了那5个字，他只爱自己。太迟了，也太讽刺了。他用一生的名誉，一段破碎的婚姻，一个被辜负的戴安娜，2个受伤的儿子和全世界的嘲笑，去换一个不爱他的女人。而那个女人，从头到尾都在玩一场名叫王冠的游戏。所以，卡米拉爱过查尔斯吗？答案是，她只爱她自己。
查尔斯能给他的是王冠、地位、权力，而这些他照单全收。查尔斯不能给他的，比如安德鲁那样的白月光、自由的婚姻、不用承担责任的快乐，他早就从别处拿到了。戴安娜输给的不是爱情，是一场发生在权力场上的降维打击。一个用真心的人，输给了一个用脑子的人。而查尔斯，那个以为自己终于等到真爱的老王子，其实只是卡米拉人生棋盘上最大、最值钱、最好骗的那颗棋子。爱情不存在的，这实则是一场持续50年的收购案。标的物：英国王冠，买家：卡米拉，代价：一个男人的一辈子。1963年，卡米拉16岁，还在伦敦的贵族女子学校读书，这是她母亲的安排。她的母亲罗莎琳德认为，女孩子只要嫁一个好男人，比自己去追求成就要有用得多。大概罗莎琳德是从自己外祖母那里得来的经验吧。想想当年爱丽丝米岛爱德华七世神魂颠倒的本事，那可不就是妥妥的选对男人的正解。但不幸的是，罗莎琳德的母亲没有追到国王，而她也只嫁给了一个军官，所以将女性红利期全都放在了对女儿卡米拉的期望上。少女时期的卡米拉非常彪悍，她不是传统的贵族名媛，用她母亲罗莎琳德教她的理论就是，不要依靠任何人，只能相信自己。16岁那年，卡米拉坐火车去帕丁顿，火车上相对拥挤，而且心怀鬼胎的人也不在少数。穿着时髦又青春正茂的她明显惹人眼球。这时候，一件在今天非常常见的事发生了，一个青年男子竟然向她发起了袭击。说直接点，这是明显的骚扰，而且是来自一个成年男性对一个少女的骚扰。对方就认准了小姑娘不会有什么反抗，有人的手越伸越长。但结果很出人意料，卡米拉不仅自身彪悍，且从小深受母亲教导，非常懂得如何回击对自己不利的行为。我按照母亲教我的回击。2008年，卡米拉在面对媒体谈起此事的时候，依旧一脸骄傲。她大概庆幸自己有那样一个负责任且用心给她呵护的母亲，所以她才能在多年之后如此幸福。重点是，卡米拉用自己的高跟鞋狠狠击打了袭击者的重要部位，而且一点也不回避。这时火车刚好到站，她直接奔向工作人员，大声高呼：“那个人刚刚袭击了我！”结果就是袭击者被当场抓住。卡米拉这一局不但赢得漂亮，而且反击得当，哪怕在今天，对女孩子也算是教科书答案了。母亲对于女儿来说，大概这种时候显得尤为重要，她的言传身教将直接影响到女儿对事件及未来的发展。可见罗莎琳德是位成功的母亲。可从卡米拉的话里来听，这似乎并不仅仅是罗莎琳德的成功之处，因为她给女儿的远比我们看到的要多得多。在回忆自己母亲的时候，她是这样说的：“我的母亲是个伟大的人，她教给我很多东西。”这让我们想到戴安娜的母亲，在很多时候，虽然命运不应该牵涉到第二个人的身上，但原生家庭的影响重之又重。当年戴安娜没有得到过母亲一点关照与爱，甚至连个拥抱都没有，她始终是个自卑又懦弱的女孩子。那个形象与卡米拉相比，绝对鲜明。看看同样面对女儿出轨的问题时，这两位女性的母亲是如何来诠释现实的。当年戴安娜接到母亲的电话，本想将婚姻的痛苦及离婚的无助与母亲讲一讲，倾诉一下，可万万没想到，母亲对戴安娜连个陌生人都不如，不仅大骂她下贱，而且用最恶毒的语言攻击了她，认为她没有做好才导致最终离婚。这样的母亲不少见，但通常是将孩子逼上另一个方向，要么远离亲情，要么卑微于生活的泥泞中不能自拔。当然，戴安娜是第三个方向，她于车祸中早早离世了，再也不用面对母亲的诅咒、世人的眼光，以及众多的自己没办法理解又不得不承受的痛苦。再看卡米拉的母亲，当她与查尔斯的事情被传得沸沸扬扬的时候，罗莎琳德却告诉她，以自己为中心，要保护好自己，不要太依赖查尔斯。不仅如此，离婚之后，罗莎琳德还每月给卡米拉生活费，让她不要只花查尔斯的钱，必须有自己的立场，自己的生活。同样是母亲，没办法认同罗莎琳德的人有之，可赞美她聪明且有爱的人肯定在大多数。情感这种东西本身就是伤人的，
无非是用它伤别人，或者是伤自己。但有一点必须承认，爱情中没有人可以被轻易拉回头。罗莎琳德又何尝不懂？所以他没有拼命制止女儿，而是给了她最大的底气：你有自己，有家庭，哪怕在查尔斯那里失了地位，也可以生活得很好。想一想，如果罗莎琳德是戴安娜的母亲，那今天她还会是那个早早殒命的王妃吗？可见人的命天注定是真的，它注定你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，然后如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。